出发前，我对摩洛哥几乎一无所知，就如他街头上那些蒙着面纱、只露出一双眼睛的陌生阿拉伯女郎。沙漠是我对这个国家的最初想象，烈日高悬，风卷黄沙，沙丘上缓行的驼队一步步拖出长长的影子，有种迷人的苍凉浪漫。但当我在散发着汽油味和果皮酸腐味的街道上穿行，当我走过延绵相连的廊柱，当我看对街喝薄荷茶的阿拉伯人将长嘴小银壶高高举起，当我听到热茶鼓鼓地流进玻璃杯溅起极小水花的乐声时，我慢慢地意识到，这个国家远比我想象中更加精彩。大学时期，宿管阿姨的起床铃声卡萨布兰卡一放就是好几年，缠绵悱恻的歌词让我觉得她年轻时可能是位有故事的女同学。也曾和室友熬夜看北非谍影，一起为男主的那句全世界都快倒下了，我们却在恋爱而春心萌动。总之，卡萨布兰卡这个在地理上很遥远的非洲北部小城，却在情感上因为一些歌和电影，让我一直莫名对它有着许多奇妙的情节。所以没来卡萨之前，我曾以为它会像电影里那样，欧式建筑错落，法语低语在空气中流淌，带着殖民时代的优雅底色，充满故事感。然而想象中的浪漫纯美很快就被现实击碎了。白色曾是法国殖民者赋予这座城市的颜色，法国人带来了新古典主义的白色建筑、精致的咖啡馆和行政广场，赋予了这座城市现代化的秩序与摩登气息，试图让它与巴黎无异。而随着阿拉伯人征服北非，阿拉伯语便镌刻在了白色的墙壁上，每天5次礼拜的祷告声回荡在大街小巷。伊斯兰文化已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血液中，所以卡萨布兰卡好像就成为了这场文化交错中最极端的样本。在我看来，它不仅没有变成第二个巴黎，反而变成了一座既无法彻底融入欧洲，又难以回归阿拉伯世界的边缘之城。虽如今白色依旧存在，却早已掩不住这座城市骨子里的不协调感。破旧的房屋，拥挤的街市，驴车缓慢地穿过人流，现实在这里显露出斑驳的裂痕。白色也最终成为了一种掩饰，一种假象，一种两种世界之间的断层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那座几乎从这个城市任何角落都能看见宣礼塔的哈桑二世清真寺，的确给了我无法言语的震撼。因为国王做了一个梦，海上就多了这么一座哈桑二世清真寺，只为纪念从海上而来的阿拉伯祖先。它恢宏夺目，如宫阙般屹立在大西洋的波涛碧湾里，安静地收下信徒膜拜的唇印和造访者臣服的赞美。大海在脚下翻腾，海浪轻轻拍打着围栏，裹夹着祷告声的咸湿海风轻柔到刚好撩起发丝，水雾的朦胧则增添了几分神秘，不免让人有种来到了人间与天堂交界处的飘然感。信仰
有时的确有种超脱出世俗的力量。傍晚时分，当清真寺的宣礼塔缓缓地刺入晚霞，在夕阳下冒出粉色的泡泡，若不是海鸟们肆意的盘旋，我还以为这里也是莫兰迪的静物画卷。旅行中，我最享受的就是穿梭于各种老城的脉络深处，触及岁月长卷中的那些烟火旧梦。因为老城有它独特的魅力，就像是一壶热茶，慢慢的才会有香气飘出。而摩洛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座菲斯古城，它是1001夜阿拉伯神话故事的开端，而我也幸运地走进了这些传奇的时光。菲斯，北非史上的第一个伊斯兰城市，摩洛哥最早的皇城，也是这个国家1000多年来宗教文化与艺术的中心。当穿过布日鲁兰门，门后就是1000年前的世界。密密麻麻、狭窄曲折的胡同，还有数万家林林总总的商铺，它们与民房纠缠得杂乱无章，但却又是水乳交融的相互依偎，构成了一个源于生活的烟火迷阵。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巷遍地都是，小猫和人抢着走路，迷路也成了这里最容易的事。古城里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有的却是灵巧的毛驴，供人们在窄小的巷子里穿行；没有崭新反光的柏油马路，有的却是用碎鹅卵石与瓦片铺成的情调小巷；没有现代化的工坊，有的却是颇具特色的成千上万个露天的传统手工皮革坊。空气里药草香薰混合着皮革染料，叫卖吆喝夹杂着手工作坊的敲打声。恍惚间，阿里巴巴和四世大盗都有了模样。我才意识到，书里的那些天方夜谭，其实依旧是这里的烟火日常。菲斯最著名的皮革染坊就藏在这个巨大迷宫的中心之处，只要循臭而去，晃过数条小巷，接过当地人手中的一支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薄荷，登上数阶楼梯，露天式的皮革染坊就会尽收眼底。上百只鞣制和染色用的石缸密密麻麻地有序排列着，像蜂巢又像调色板，瞬间给人很大的视觉冲击。手作和机器真的很不同，手作的物件里包含着用心和专注，是机器无法企及的。同时，手作也展现出了些许嵌入生命里的存在之意义，那便是生活的模样。如果把卡萨布兰卡称为白色之城，把菲斯称为金色之城，那么马拉喀什就是不折不扣的红色之城。这里的建筑仿佛是从大地里长出来的一样。博博尔人是这里最早的土著居民，他们从阿特拉斯山脉取来红土筑墙，于是房屋、街道、
甚至是空气里翻腾的尘埃，仿佛都被浸染上了这片土地的血色余韵。与人一样，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命运。马拉喀什在摩洛哥的历史上数次成为帝都，又数次被弃用，所以这里自然也是少不了皇宫的。建于16世纪的巴迪皇宫，它的名字在阿拉伯语里意为无与伦比。几百年前，这里曾镶嵌着黄金和绿松石，被誉为摩洛哥最华丽的宫殿。但随着王朝更替，皇宫的装饰被拆毁掠夺，只剩下这一片赤裸裸的废墟。站在破败的城墙下，我依旧感受到苍凉中带着一丝坚毅，满目疮痍中仍能透出一些昔日辉煌。其实于这座无与伦比的宫殿而言，只要记忆还在，断壁残垣又怎么不是一种精美绝伦呢？如果说巴迪皇宫有一种布满了伤痕的浪漫，那么本优素福神学院则美如一件精致无缺的瓷器。踏入神学院的那扇门，时间仿佛都变得光滑起来了。始建于14世纪的本优素福神学院，作为当年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古兰经学府，是无数学者心驰神往的地方。伊斯兰建筑的精髓也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它的美并不是外在的那种宏伟，而是隐藏在内部的精雕细琢。抬头望去，庭院四周的墙壁布满了繁复的阿拉伯雕刻和摩尔式瓷砖，交织出了和谐的韵律。那些或明或暗的门窗也和时光重重叠叠，瑰丽平和的气质依然如旧。在马拉喀什的一片红色之中，马若雷勒花园便是那一抹意外的蓝。它像是对马拉喀什红色的反叛，艳丽、明亮、厚重，仿佛能穿透人心；又像是沙漠中的自留地，不受地域和气候的限制，既有热带雨林的鸟语花香，又有撒哈拉大漠的粗犷热情。这座花园最早是法国画家雅克·马若雷勒的私人花园，后来被 YSL 的创始人伊夫·圣罗兰收购。我觉得艺术家们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发现颜色，更在于他们能发明视觉冲突来激活美。因此这座花园便有了最戏剧性的一面，墙壁涂上蓝色，与明黄色的门窗形成强烈反差。虽然看起来锋芒尽显，桀骜不驯，但色彩的互搏反而让彼此更加耀眼。这个神来之笔也将北非的烈日驯服在了花园的一角，这里仿佛能够稀释游人进进出出、浩浩荡荡的嘈杂，就好像用极致的碰撞撕开了平庸日常。我也终于理解了伊夫·圣罗兰的那句：马拉喀什教会了我色彩，我喜欢它的光，它明目张胆的对比，和它强烈的发明创造。
有人说，旅行是一件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，可能出发前已经做了详细的攻略，避开了天不应时、地不暇力，但最后却输在了人不相和。于是大家总能在各种旅行网站上看到吵闹、坑、千万别去等对某个景点的差评。摩洛哥就是经常被批有最糟糕旅行体验的国家之一。在我看来，我的摩洛哥之旅则像是一部高强度的公路小说，夹杂着尘土飞扬、绝美风景和爱恨交织的错位叙事，也时常在这是什么破地方发誓再也不来，与其实慢慢品味挺值得之间反复横跳。可旅行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，哪怕对某个地方的期待变质了，只要及时调整好心态，转角处就会出现无限的惊喜。况且人生压根就不会有太多唾手可得的趣味和意义，你必须得自己寻找才行。或许我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但也足以让我在此生中记住它。我记住的都是我想记住的，可能这就是偶尔被提及的回忆难忘。又或许再过几年，我会再次被1001夜的故事召唤，踏上这片土地。也愿你不要被别人的眼光桎梏了自己的旅行。